我去，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这还是国内吗？原主是这边关小城有名的泼妇，因落水被冰汉霍北野所救，不得不嫁给他。但原主一心爱慕镇上的陆书生，对霍北野没有半点好脸色。而原主一点不安生，趁霍北野外守城时，抢了公爹的要钱，还烈月，那是你公爹救命的要钱，你不能拿呀！去他！还殴打公婆！我穿越了，完了完了！别人穿越吃香喝辣，我是来替原主背锅的吧？我好歹是个地质基建的博士，就不能给我个金手指吗？我去，这副身体力气这么大，哎，这不会就是我的金手指吧？这什么烂技能啊！现在逃还来得及吗？江烈月，你给我出来！天爷，这就是原主的老公霍北野，肩宽腿长，野性十足，这还逃什么？何离书在此，按了手印，立刻离开霍家。不是，我这还没吃上呢，就要被休了。老天爷，你耍我呢吧！北野，不可，她毕竟是你明媒正娶进门的媳妇儿。爹，我边关杀敌，一身伤，只为换家人安稳。可他抢您的救命钱，还差点打死娘。今日我必须和离。乖乖，那是原主啊，不是我啊，我要怎么解释啊？那个，我是黑风暴，娘，快把电棍推到屋里去！承重木梁断了，快闪开！爹！给我停下！这怎么可能？村里都说他蛮力惊人，原来是真的。都没事吧，娘、爹？那个以前是我混蛋，被猪油蒙了心，以后我绝不会再犯浑。你又想干啥？我不和离。我现在身无分文，如果再被休，以后的日子会更难。霍家虽然落魄，好歹能落脚。何况这便宜老公长得也对胃口。江烈月，你又耍什么花招？之前不是喜欢镇上的陆叔子，天天想着和离，我现在成全。哎呀，夫君，那是以前。你看我都救了爹了，给个机会不要和离呗。你搞定，先把和离书撕了再说，以后慢慢改过，把日子过好。等等，我刚才不会用200斤胖子的脸在跟霍北野撒娇吧？天爷，还想留点好印象，这下全完了！霍家的，别在里面装死，赶紧滚出来还钱还粮！把那袋高粱米给我拿到抵债。桂花嫂子，再宽限几天吧。上个月北野他爹病重，我们只借了你1两碎银，你已经抢走1斗谷子和2只鸡，早就抵得上债了。死老太婆，少废话，滚开！刁罪花，我宰了你！一个伤兵还敢动手，给我往死里打！这肥婆怎么有这么大劲儿？江烈月，你发什么疯？以前老娘来霍家讨债，你可次次都在旁边看戏叫好，现在装什么好人？在原主的记忆里，刁桂花仗着是村长亲戚，放高利贷逼死过不少人。原主讨厌霍家，每次都冷眼旁观。但现在换了我，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从今天起，谁敢抢霍家1粒米，动霍家人1根头发，我就让他横着走出这个院子。放开我！你这疯婆子！哎呦，我的牙！
居然跟刁桂花动手！我说过，以后我会护着这个家。你伤口裂了，赶紧进屋，我帮你处理。不用，北野，你怎么了？失血过多晕过去了，赶快把他抬进屋。家里的水也快耗干了，村上那口老井被刁桂花带人死死占着，咱们家如今滴水难求，照这样下去，全家撑不过3日啊！娘，我今晚去百里外的黑山县挑水回来。去啥去？你还受着伤？挑水治标不治本。我方才远远看了一下那个老井，水源耗尽，就算蒸来也只是死水，这可咋办？我地质知识，这不就派上用场了吗？夫君，等一下我亲自去井边核验一番，再另找活水源头。他刚才又叫我夫君。村长，江烈月天生怪力，连我都敢打，太嚣张了，绝对不能让霍家人打到井水。江丫头，大旱缺水，你打了桂花就该罚。这村头的井水，从今天起就没你们霍家的份儿。一口只有浑水的井，你们给我们霍家，我们还不稀罕？哼！3天之内，我会亲自去乱石滩为霍家找新水源。村长，你听听，净说大话！我看他就是故意拖延，想半夜来偷水。依我说，干脆把霍家赶出村子，省得日后惹事儿。你以为都是你，净干些偷鸡摸狗、抢别人的勾当。我们打个赌，我要是能找到新水源，这口老井的水，我们霍家一口不碰；但新挖的井，刁桂花一家人一滴水都不许用。我看你是痴人说梦，这都多少年了，除了这口井，哪儿还有水？话别说太早，要是我找不到水，不用你们赶，我直接带着霍家人搬出黄沙屯。哎呦，大家伙儿都听到了吧？这可是他自己说的。江烈月，别随便打赌，他们就是在激你。放心，相信我。江烈月，既然是你自己提的，就以3天为限。你能挖出水，村里无话不说；挖不出来，就别怪我不近人情。北野，乱石滩毒虫多，还有狼群出没，烈月一个人去，出事可咋办？娘您别慌，我力气大，连房梁都扛得住，区几只鼻虫野狼，伤不到我。可那是荒无人烟的死地，你一个姑娘家，娘心里实在不踏实。你在木板上画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是什么东西？这叫地下断裂带。乱石滩看似荒凉，但岩石层有明显褶皱，这几条裂缝交汇处必定有地下暗河。你一直守在家中，从未出过远门，怎么会懂这些门道？就连我们行军勘察地势，都极少摸透这般地下脉络。跟你说我是穿越来的搞地质基建的博士，你也听不懂啊。以前镇上打井浆干活，我看会的。石头缝有潮气，动脑子就知道下面有暗河。我不是不信你，只是你从前懒散，哪里懂这些精细门道？乱石滩凶险勿分，你若是盲目逞强，到时万一遇险。夫君，你要是实在担心我，就跟我一起去。谁担心你？我就是不想让你胡闹。爹娘，我出发了，安心等我带水回来。北野，烈月一个人太危险了，乱石滩昼有烈日，夜有狼群，他一个人扛不住啊。这具身子这么虚，才半个时辰就体力透支，头晕乏力了。不行，必须撑住，正好借着这次重火减脂塑性，把这身脂肪彻底减掉。
沙粒圆润度高，有明显的河床冲刷痕迹。这里的红土带土层偏湿，水脉绝对就在这片乱石滩底下，找对地方了。寻常人挖井只知蛮干，他却懂变土石脉，窥壁顽石。区区旁观学艺，怎会有这般精准独到的眼力？这女人和之前全然不同。谁躲在后面？出来！不出来是吧？那我这几十斤重的铁镐可就直接砸过去了。是我。哟，这不是我夫君吗？嘴上说着不担心，怎么大老远跑来给我当保镖了？师娘放心不下，执意让我过来看看你。我只是奉命行事。是吗？那你刚才躲在石头后面，盯着我看了那么久，也是奉了娘的命？没有，我没看你。别装了，想早日挖出活水，熬过旱灾，就乖乖听我指挥。过来搭把手。哦。接着，一早去县城打的净水。多谢夫君心疼，这水是我这些天喝过最甜的。我只是怕你可倒中途无功而返，连累霍家，被全村耻笑。是，都是为了霍家脸面，我懂。糟了，身体透支到极限了。江烈月，你撑不住就立刻上来，没必要拿命赌。没事，行得很。你受伤了，别乱动。这红粘土越来越湿，水脉就在下面。我今天必须凿穿土层。你的手，快停下，别挖了。老老实实坐着。当初夸下海口3天找水，现在一滴都挖不出来。今天就好好看着你们霍家怎么滚出村子的。当初立赌约说的比谁都响亮，结果呢？刁桂花，你这是干什么？放开我爹娘！北野，事到如今不必再自欺欺人，你媳妇儿根本挖不出水，明知赌约将输，还故意弄伤自己，博全村同情，想赖掉赌约，拖延受罚。村规面前没有可怜可讲，输了就是输了。别让烈月再遭罪，是我身子废了，拖累全家，让孩子们受这份委屈。烈月，咱不挖了，娘就算去讨饭养你，也绝不让你在底下受这罪。快上来！行了，江烈月，别在这浪费时间了，赶紧乖乖磕头认错，滚出村子。让我磕头，刁桂花。你怕是还没睡醒。看见没？挖不出水就靠卖惨博同情，真是丢人现眼。要我说，你们赶紧认输滚蛋，别在这浪费村长的时间，麻溜的搬出黄沙屯。谁敢再欺负我家人，我今日就算拼尽一切，也绝不退让。霍北野，你仗刀撒野也没用，我们打赌的时候大家都看着呢。现在你们挖不出水，你们霍家就等着滚出去吧。把刀收回去，你犯不着为这群蠢货脏了手。事实摆在眼前，无水徒劳，只会卖惨耍赖。等天黑时限一到，霍家立刻逐出村子，永世不得返回。不用等天黑。夫君，把你手里的劈菜刀借我一用。你虎口有伤，千万当心，别再用力过度。你瞧好吧，这石头虽硬，但这位置就是他的死穴。
一块石头也有死穴。万物皆有弱点，只要击碎这处天生裂缝，整块磐石瞬间瓦解。还在装神弄鬼？你要是能找出水，我当场舔干净地上的泥。对，他要是能找出水，老子不仅当场吃泥，还给他磕3个响头叫奶奶。行，那就睁大你们的狗眼，看好了，给我算！不，这不可能！水，大山，真的是活水，我们有救了！老天爷开眼啊！我们霍家终于有活路了！你竟然真的挖出了活水！雕桂花，瞧见了吗？水出来了。刚才是谁说要跪在这儿，把地上的泥水全舔干净的？不，这不算，这乱石滩从来没有水，你一定是使了什么邪法！不认账，那老娘今天就亲自送你一嘴泥！救命啊！打死人了！奶奶，亲奶奶，我腿欠，我这就吃你，您千万别动手！这怎么可能？村长，赌约大家听得清清楚楚，这新泉眼是我们霍家自建的，雕桂花一家一滴也别想碰。我们走。夫君，尝尝，甜不甜？甜。什么人？深夜擅闯校尉府，找死吗？君爷开恩，民妇是黄沙屯的雕桂花，有天大的富贵要献给校尉大人。就这几两散碎银子，也配见我们大人？识相的赶紧滚，少在这儿碍大人们的眼。君爷真的是天大的富贵，事关活水泉眼，若是耽误了大人发财，您当担得起吗？进来吧，要是敢编瞎话，大人活剥了你的皮。一包碎银子就想见本官？你说的富贵，最好能配得上本官的时间。大人有所不知，那黄沙屯的霍家在乱石滩挖出了一口取之不尽的活泉眼。此话当真？这陇西地界数月无雨，若真有活水泉眼，那可是日进斗金、掌控全城命脉的宝贝。民妇若有一句虚言，天打雷劈。可那霍家的死瘸子霍北野嚣张得很，霸占着泉口不放。霍北野，他凭什么敢霸占？大人，霍北野仗着自己是边防营的兵，根本没把大人您放在眼里呀。霍北野还说，这地界的水轮不着校尉府管。放肆！区一个边防营的伤残兵，也敢在本官的眼皮子底下私占水源，口出狂言！钱三儿，你死哪儿去了？还不给本官滚出来！大人，属下在。明天一早，属下就带10个操刀的弟兄去黄沙屯，把泉眼和地契通通给您夺过来。霍北野，你个残废，还没死透就给老子爬出来！几位同僚，清晨破门闯户，是何道理？我霍北野虽在解甲休想，但军功名册仍在边防营，容不得你们在此撒野。道理，老子手里这把刀就是道理。校尉府接到线报，霍家私占泉眼，屯水不报，依军法，
这泉眼打今天起直接充公，归校尉府管辖。君爷开恩啊！那乱石潭的泉眼是我儿媳烈月拼了命挖出来的，全家都指望这水活命，求君爷给条活路啊！老不死的东西，给老子滚开！老头子，你们这群披着军皮的畜生！动我家人者，死！反抗！你一个废了腿的残废，也配跟老子动手？听见没有？识相的，立刻让你那肥猪媳妇儿把泉眼交出来，否则老子今天不仅一棍子砸断你这条废腿，还要当着你的面把你爹娘活活打死！你们这些欺压百姓的兵仆，怎么配穿这身玄甲？哼！少废话！今天就送你这残废上路！交还是不交？老子的朴刀可不长眼睛！把你的脏脚，我爹身上拿开！哟，这就是那个肥妇，怎么急着来送死？我让你拿开，没听见吗？你这娘们儿，放手！给老子放手！滚！再让我看见你，下次拧断的就是你的脖子！你这个怪物，你等着！我堂哥是这黄沙屯的守清校尉，他不会放过你们的！你竟有此等神力，这绝非寻常女子所能及。你到底是何人？相公，我说我是神仙下来渡你的，你信吗？走，先扶爹进屋上药。大山，那钱就尉手底下有110来号带刀的恶兵，咱们斗不过的。要不连夜收拾东西，往外地逃荒去吧。逃？咱们北野的军籍可还挂在边防营，在边防属地擅自离乡，等同于逃兵，那可是要被全国通缉斩首的呀！阿月，那钱三是钱满仓的堂弟，他回去添油加醋的一告状，钱满仓必会亲自带兵来抢这口泉眼。娘，你觉得今天我不动手，爹能从那兵皮脚下活下来吗？面对这些吸血的恶霸，退让半分，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娘不是怪你，只是那钱满仓手握地方兵权，横行霸道，我们霍家如今要如何应对？钱满仓此人贪婪狠毒，但我之前在营里听同旁提过，他私自克扣了朝廷发给我们这批解甲伤残士兵的安家银子，那个账本就藏家校尉府书房的第3块青砖下面。若是被他逼入死路，我便拼了这军籍不要，越级去州府告御状，与他同归于尽。等等，你一个毫无背景的前锋营小卒，怎么会把钱满仓书房暗格的藏宝位置知道得一清二楚？行了，别紧张，每个人都有秘密，你不说，我不逼你。既然他贪财，咱们就更不用跟他拼命。我手里有一份他绝对拒绝不了的大礼。大礼，在这寸草不生的百里荒原之上，除了这口刚挖出来的泉眼，我们还有什么？我前几天勘测水脉时，发现乱石滩的红粘土呈极强的酸性，这在勘探学上
说明10里外的黑风谷深处，绝对藏着一处未曾开采的顶级赤铁矿。铁矿与精煤，那可是国之重器，军需命脉。阿月，你一个深闺妇人，如何得知这些行内秘术？天机不可泄露。明天等钱满仓带兵过来，看你家娘子怎么反客为主，让他乖乖给咱们霍家当看门狗。本官当是谁呢？原来是个废人啊！怎么，在战场上没死成，今天想死在本官的马蹄底下？堂哥，就是这个废腿兵，还有那个打伤我的肥妇，今天不平了他们霍家，咱们校尉府在黄沙屯的威严何在？霍北野，识相的，立刻让你那汉母交出地契和拳口，全家跪过来受死！钱大人好大的官威，只是不知道，如果朝廷的按察使大人知道你私吞了所有老兵的安家银子，还能不能怎么威严？你休要血口喷人！本官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听不懂？你校尉府书房第3块青砖下面压着的暗账密讯，大人总该认识吧？上面一笔一画，可都记得清清楚楚。胡说八道！本官的书房重地，岂是你一个卑贱兵蜡能知道的？若非确有其事，我如何能精准说出那青砖下还压着一枚刻着钱字的私人印记？霍北野，你当真以为本官不敢现场杀人灭口？大人，要不要属下现在带人冲进去，把这几个乱民乱刀砍死，一了百了？对，堂哥，快下令放箭，把他们射成筛子，到时候就说是马匪干的。钱大人，杀人灭口，那信可就直接飞到按察使大人的桌案上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实不相瞒，那写了详细事件的信，现在正搁在屯外一位随时准备进城面圣的镖卓手里。贱妇，你敢威胁本官？信不信本官现在就扒了你的皮？大人，威胁多难听啊！这叫谈买卖，与其两败俱伤，不如谈笔让大人加官进爵、稳赚不赔的大买卖。钱大人，杀我们灭口容易，可那账本一旦飞到按察使大人的桌案上，大人项上人头，怕是就保不住了。与其两败俱伤，大人不如听我一言。你这妇人又有何话说？权眼算什么？大人守在这荒凉边境，无非是为了求财。我手里有一份能让大人连升3级、富可敌国的泼天财富。泼天财富？这穷山恶水，除了沙子就是石头，哪来的财富？你当本官是3岁小童不成？先前我在乱石滩挖井时，发现乱石滩下的红粘土是极佳的半生矿土，这说明10里外的黑风谷深处藏着一处未被开采的顶级露天赤铁矿和大量的优质精煤。你安敢诓骗本校尉！是不是诓骗？大人看看这勘察残图便知。黑风谷乃是九死一生的凶险之地，猛兽毒瘴横行，就算有矿，本官凭什么相信你们能把样本带得出来？半个月。黑风谷地势险要，毒雾遮天，我们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我和我相公亲自进谷，半个月后定为大人带回极品铁矿与精煤的样本。在这期间，大人若再派人骚扰霍家分毫，我们就玉石俱焚。好，本校官就给你们半个月的时间，若是敢耍花样，半个月后本校官定要将你们满门抄斩。撤！
把这水带上。你这几日瘦得厉害，别在谷里拖了力。多谢夫君关心。你这大腿在先前反抗那冰皮时用力过猛，深处的骨裂伤口重新拉扯，现在还疼不疼？边防营的兵，这点硬伤算不得什么。我只是有些好奇，你以前大门不出二门不败，怎么会懂得铁矿和精煤这些秘术门道？我说我是梦里得仙人指点，夫君信吗？行了，你大腿骨裂还没长好，今晚留下来守着爹娘，我自己进谷就行。不行，黑风谷地形诡谲，我虽然右腿受力不便，但对这片山树极为了解。况且，让我霍北野躲在女人身后苟活，我绝不答应。北野，那黑风谷地势险要，传闻深处还有吃人的大虫。你们这一去就是半个月，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让娘怎么活呀？老婆子，别哭了，孩子们这是为了给咱们霍家挣一条生路，若不带回矿样，那校尉府岂会善罢甘休？爹，娘，放心，有我在，我一定会护好阿月，平平整整的带她回来。行了，相公，这半个月，咱们就当是去黑风谷游山玩水了。早点休息，明日一早出发。指尖轻地落下了几件。跟紧我的脚步。这里的植物叶片偏酸，泥土含铁量极高，这说明地底有大量的铁矿成分。我的推断没有错。阿月，你仅凭挖井时的土质，就能推断出10里外的矿藏，这等事，大前最厉害的看窑官也自叹弗如。怎么，夫君不信？等我们出去了，我亲自教你。信，你说的我都信。这里的山风不对劲，带着一股咸腥味，往里走可能就没水了。先喝口水，你伤口不舒服就直说，别在我面前逞强。我们有半个月的时间，不用急着赶路。多谢，只要能早一日找到铁矿，爹娘在外面便能早一日安生。只是爹受了前3那一重脚，胸口的内伤还没痊愈，我这心里始终放不下。放心，临走前我用泉水煎了活血化瘀的草药，给爹连服了3次，肿已经消下去了。等我们回去，估计爹就能下地走了。我还留足了2个星期的干净水和吃食。钱满蚕在拿到铁矿样本前，绝不敢动爹娘一根寒门。还有你，放心，有我呢。你的腿伤，我也一定会帮你彻底治好。等等，阿月，别动。怎么了？你发现什么异样了？你看那儿，树皮上有刚留下不久的爪印，入木三体。这是老虎留下的标记。这爪印深度至少有2寸，夫君，这畜生的体型怕是不比寻常猛虎。不止，看着抓痕的间距，这只畜生应该刚吃过血肉，现在正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既然他想把我们当猎物，那等会儿就看看到底谁才是猎人。
夫君，这腥气太重了，确实有大家伙在附近，咱们被盯上了。跟紧我，退到那块岩石后面去，等会儿我来正面迎击，你千万别露头。不行，你腿上有骨裂重伤，不能跟他硬拼。我这包是剧毒的雄黄粉，待会儿我找机会刺瞎他的眼睛。阿月，这不是开玩笑。战场上哪有让女人挡在前面的道理？听我的，退后！好，我配合你，你主攻他前足，我攻他下三路。今天咱们夫妻齐心，劈了这头畜生。阿月，小心，他来了！阿月，你快往后退！这畜生不是人力能挡的，往左边高处的大树上爬。要走一起走。你大腿受着伤，根本爬不上去，我绝对不留下你。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听话，爬上去，我来给你拖延时间。少废话！今天咱们夫妻俩要是死在这儿，那就一起去见阎王。胡闹！你若死了，我活着还有何意义？立刻给我走！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你少瞧不起我！阿月，快闪开，别硬拼！畜生，有本事冲我来！来啊，老娘跟你拼了！畜生，冲我来！阿月，好，别管我，快走！霍北野，你别闭眼，你给我撑住，我不许你死！别哭，走，活下去。霍北野，你要是敢死，我做鬼也不放过你！霍北野，你给我撑住了！没有老娘的允许，阎王爷也带不走你！阿月，别管我，这畜生要吃人，你快跑！跑，该跑的是这只畜生。你敢动他，老娘今天就生生撕了你！敢伤我男人，今天你必须给他陪葬！阿月，小心啊！快躲开！畜生，你的对手是我！阿月，你的身子……相公，睁大眼睛看好了，看你娘子怎么给你报仇！给老娘滚回来！刚才打得很爽是吧？现在轮到我了。阿月，他力气大，小心啊！相公，看我怎么砸烂他！畜生也敢在老娘面前撒野！阿月，你相公别怕，看我今天给你表演个手撕老虎，去死吧！跟老娘斗，下辈子投胎聪明点儿。
该死，偏偏在这时候泥石流，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阿月，别管我了，山体要塌了，你快走！闭嘴！老娘费了这么大劲把你从虎口里抢过来，可不是为了让你被砸死的。我这条右腿只会拖累你，带着我们两个都得死在这儿。相公，睁开看着我，不许说丧气话。阿月，抓紧我，别松手，我们现在就走。好，要死我也陪你死在一起。谁要跟你死，我们都得活，撑住了！霍北野，睁开眼睛，不许睡！阿月，放我下来！你少做梦！你不是口口声声要回军营，要保家卫国吗？要是今天死在这儿，你那些死去的兄弟，大钱的百姓，你对得起谁？大钱，边防，我不能死。知道不能死就给我挺住！抓紧了，砸下来了！想收老娘的命，你还嫩了点儿！相公，抱紧我的脖子，我们要冲过去了！阿月，走。霍北野，霍北野，你怎么样？说话！阿月，我在。在就好，这辈子你都休想甩掉我。蛮子，杀！弟兄们别退，我腿没废，我还能站。让我回营，大钱的防线不能破。霍北野，你做噩梦了，摸着这么烫。别动，让我看看你的伤。难怪你每迈一步，额头上就直冒冷汗。那天你为了救你爹，硬生生用肩膀顶着那根100斤重的塌方石梁，这腿骨就在那时候错位了。骨缝里还憋着一股深层淤血，今天碰上我，算是你命大。相公，今晚我就帮你把这骨头复位，疼也给我忍着。淤血出来了，骨头也接上了。相公，等你醒过来，你就能回你的军营了。不过，你得一辈子跟着我了。我的右腿好了，不仅伤口收敛结痂，连骨头里面的酸痛也彻底消失了。醒了，相公。你这一睡，可足足睡了10几天呢。10几天？阿月，你说我们在这洞里待了10几天？10天有余了。该死！千本仓本就对我们百般刁难，这一下子肯定又要威胁爹娘了。10几天过去了，爹娘身体虚弱，没有我们在身边，如何熬得过那些官差折磨？别慌，钱满仓看在矿石的份上，一时半会儿不敢对2个老人下死手。阿月，你脸色为何这般难看？你也受伤了？
之前在谷里跟猛虎缠斗，又没日没夜照顾了你10天，实在撑不住，这才一直拖到现在。不过今天你既然醒了，咱们也该出去跟他们算算账了。你受了内伤，退后。我腿伤也好，我来推。相公，你大病初愈，在一旁站好了，看我的。阿月，胡闹！这石头少说有几百斤重，你身上还有伤，怎能？给我开！一拳轰碎了这个石头。相公，走吧，带你去看看咱们这10几天发现的宝贝。这是赤铁矿。不止，相公再看看你脚底下踩着的是什么？精煤，这是上等的精煤。私开铁矿与精煤是重罪，但若是官办，这黑风谷可就成了聚宝盆了。钱满仓那条老狗贪得无厌，一直想逼死咱们。阿月，钱满仓在官府有靠山，我们若是拿着矿样直接去找他，他必然会杀人越货，强抢地契，再把我们灭口。我怎么可能那么蠢，把这泼天的富贵直接送到他嘴边？这地质勘测地契，我早就让大钱光府的驿站暗中备份了。只要他动了贪念，诱他写下强买的字据，大钱王法直接就能要了他的狗命。借刀杀人，借王法除害。阿月，你这一招借力打力，当真绝妙。阿月，虚谷之恩，待我生还之情。我霍北野此生绝不相忘。等回了军营，我定要用手中长枪为你争得1品诰命，让你风风光光做我霍家主母。好啊，我等着。不过在那之前，夫君还是先帮我把这背兜拖一拖。我来背，你已经护了我10天，接下来换我护着你走。行了，相公，回村拿回属于咱们的东西。作孽啊！霍家这下是彻底完了。那可是官兵放的火，谁嫌命长敢去救？谁让那霍家的肥媳妇儿之前打了校尉府的兵？听说这次那钱满仓亲自带人来了。谁放的火？我爹娘呢？江姑娘，你居然还活着！废话少说，我爹娘人在哪儿？快去你家院子看看吧。那钱满仓正让人用皮鞭抽你公公，你再不去，2个老骨头就要被打死了。相公，你身上有伤，我背你过去。不用，我自己能走。今日我爹娘若是有个3长2短，我定要让这满城官兵血债血偿。放心，有我在，谁也动不了他们一根汗毛。夫君跟紧我。老头子，北野和烈月，他们是不是真的回不回来？别哭，咱们霍家就算死绝了，也绝对不给这帮畜生下跪！哟，都死到临头了，还在这演什么情深呢？堂哥，依我看，这俩老骨头的嘴硬得很，不给点更厉害的瞧瞧，他们是绝对不会说出矿脉地点在哪儿的。
老东西，本官的耐心可不多。最后问你一次，那矿脉地点到底在哪儿？呸！做你的春秋大梦，有种你就杀了老子！给脸不要脸的老东西！本官今天就先抽烂你的嘴，再把你这脏老婆卖到最下贱的窑子里去！不要啊！你的狗鞭子要是敢落下去，今天老娘就把你全身的骨头生生拆了！反了！这刁妇用石头偷袭本官，给我乱刀砍死他们！死肥婆，老子今天废了你！给老娘滚远点儿！爹，娘，月儿来迟了，让你们受苦了。孩子，你们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钱满仓，你身为大前校尉，克扣我等伤兵退饷，强抢私权，如今更是纵火毁我宅院，该当何罪？黑风谷里的顶级铁矿与精煤在此，你不是一直想要吗？这秘密不能泄露，你立刻暗中派人去州府，就说霍家私藏军用铁矿，意图谋反。钱满仓，少在这给老娘动歪心思，想去州府倒打一耙，你大可试试。我限你3日之内撤走所有驻兵，并且全额赔偿房屋损失，否则这铁矿的折子会直接递到京城工部。霍家小子说的对，官兵强抢权眼，还烧房子，咱不能再缩着了。对，霍家挖出水，1文钱不要，分给咱们喝。可这狗官和钱三倒好，想把我们村的水全拿走，跟他们拼了！今天咱们要是看着霍家被欺负不放屁，明天被烧房子的就是我们。娘，这是我在黑风谷采的红血草，敷上就不疼了。好孩子，多亏了你，娘这心里才能踏实。爹，是孩儿无能，没能护住您和娘。傻小子，爹皮实得很，只要你们平安回来，比什么都强。阿月，我手里有钱满堂克扣退伍饷银的暗账，我想给死去的兄弟讨个公道。相公，那我也给你交个底。我懂些看山看水的本事，而且我打小就力大无穷。那我们一边重建房屋，一边整理证据，直接递交按察使。对，这一次直接让他翻不了身。我的老天爷，这是天神下凡才能有的力气啊！乡亲们，你们这是？江姑娘，你家不计前嫌，挖出水1文不要分给全村。今天霍家盖房子，我们都来帮个忙。对了，咋不见霍北野？多谢大家了，我相公旧伤未愈，正在屋里连夜整理告御状的罪证。今天便由我来清理废墟。原来他在干大事，大家伙，咱们手脚麻利点儿，一定要让他们早点睡上新房。
钱三爷，江烈月那贱妇不给我们活路，咱们也别让他好过。这包断肠草要是进了霍家的泉眼里，看他们怎么死。要你尽管下，我再找人在村里散播消息，就说霍家挖出来的不是活水，是江烈月用妖法招来的邪水，谁喝谁倒霉。好，这双管齐下，我看他这回怎么在黄沙屯立足。这大半夜的，不睡觉摸到井边，这是想往井里加什么见不得人的料？被发现了，弄死他！就凭你们这两个软脚蜥，还想杀人灭口？走，跟我去见村长。乡亲们，大家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刁劲花这个黑心肝的，居然派人往咱们唯一的活命水里下毒，他这是要咱们全村人的命啊！刁桂花，你还是人吗？大家伙等这口井等了多久？你为了私仇，连井水都下毒，你想害死我们全家老小啊！丧尽天良的蠢货！霍家挖出活水，本是造福全村的大喜事，你竟敢下此毒手！从今天起，罚你无偿帮霍家修房子。要是敢偷懒，立刻把你这一家子害群之马赶出黄沙屯！我呸！凭什么这贱妇挖出水，就成了全村的恩人？我却要像个奴才一样，去给他家盖房子，丢尽脸面！江烈月，你给我等着！这笔账，我非要让你100倍偿还！阿月，钱满仓在州府经营多年，定有耳目。这一路凶险万分，还是我自己去。那怎么行？他要是知道你带了账本，半路肯定会疯狂设伏。你腿伤还没大好，一个人怎么应付得来？我们一起去。好，听娘子的。爹娘那边我已经托付给相熟的邻里照看。事不宜迟，我们连夜出发，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霍北野，钱校尉早料到你们要连夜逃跑，识相的把东西交出来，老子还能给你们留个全尸。钱满仓身为朝廷命官，竟敢公然劫杀百姓，简直目无王法！就凭这几根烂木头，也想拦老娘的路？相公，瞧瞧，这蠢货身上还带着满仓给他的劫杀令呢。通敌，
克扣饷银，现在又加上一条派兵劫杀杀人面口，他自己把把柄送上门来了。这下神仙也保不住他了。阿月，上马，我们去州府。堂下何人？你们状告黄沙屯校尉强占民田，中饱私囊，可有真凭实据？无端诬告朝廷命官，按律当杖责50。大人，这是边防营36位仓繁退役老兵的联名血书，控诉钱满仓克扣退饷，逼良为奴。大人，这是钱满仓派兵劫杀我们夫妻的亲笔密令，上面盖着钱满仓的私印。还有，这是黑风谷铁矿脉图。黑风谷深处竟藏有铁矿，成色如何？大人请看，此矿成色极高，更有精煤相伴。若呈报朝廷，大钱的神兵利器将源源不断。若此矿属实，这乃是利国利民的社稷大功。钱满仓一个小小校尉，竟敢私瞒如此矿脉，当真胆大包天！求大人为边防营死伤的将士和黄沙屯饱受欺压的百姓做主。来人，备马，本官亲自带队，随他们连夜前往黄沙屯实地勘察。相公，成功了，这下爹娘和乡亲们有救了。阿月，这次多亏有你，我们先回村布好局，等候大人亲临。什么？按察使要亲自下乡核查？那2个贱民怎么可能见得到按察使？大人，现在怎么办？要是让按察使真的见到了铁矿脉，咱们可就全完了。横竖都是死，不如拼了！传我将令，立刻调动营里所有钱兵，给老子把整个黄沙屯死死封锁，一只苍蝇也不准放进来。带人去把霍父和那个老太婆绑了，关进柴房。只要姜丽月和霍北野敢露面，就拿那2个老骨头当盾牌。北野、烈月，快停下！千万别回村！赵叔，出什么事了？钱满仓疯了，他调了兵把村子全围了，还把你爹娘给捆进了柴房，说要是不把你们交出来，就放火烧死他们。该死的畜生！阿月，我等不及按察使的大部队了，我要回去救爹娘。相公，冷静，走小路，我们立刻摸进村去，强闯关卡，赶在他们动手前把爹娘救出来。好，今天我们夫妻就去闯一闯他钱满仓的阎罗殿。都给我听好了，校尉大人交代了，今天谁敢硬闯，直接乱刀砍死。钱三，就凭这几根烂木头，哼，也想挡老娘的路？鬼啊！快拦住这个怪物！给老娘滚开，别挡道！我只找钱满仓算账，不想死的都给我滚！
娘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娘，别怕，月儿和相公回来接你们了，没事了。爹，安察使大人已经亲自带兵进村，钱满仓这回彻底到头了。傻孩子，钱满仓手底下还养着上百个要钱不要命的亲兵呢，他们正往这边包抄，咱们得赶紧走。爹，有我和北野在，钱满仓的人来一个，我捏死一个。阿月，一会儿我背着爹断后，你护着娘，跟紧我。放心，今天咱们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出去。钱满仓，霍家这好端端的宅院被烧成焦土，你身为本地守将，还有什么话好说？大人息怒，这只是霍家自己不小心走水，并非直下纵火啊，纯属意外。大人，钱满仓撒谎，我们全村人亲眼看见赵副藏带兵放火，还把霍家二老打得奄奄一息。不仅如此，钱校尉还派刁桂花往我们村唯一的泉眼里投毒，逼村民交出泉眼，简直丧尽天良。钱满仓，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当着本官的面信口雌黄？大人，这黑风谷可是一座金山，只要您抬抬手放之下一马，今后这矿山源源不断的利润，您占大头。大胆狂徒，当着本官的面竟敢公然行贿，企图行贿脱罪，通敌谋反。师爷，记下没有？回大人，字字清晰，钱满仓行贿脱罪，意图染指军需铁矿之言，已然记录在案，按律当斩。大人，此矿石成色极好，关乎大钱边关将士的盔甲兵磬，绝不能落入这等卖国贪官之手。江姑娘放心，本官定会秉公执法，将此贼押解上京。钱满仓，你克扣军饷，强占水源，企图私吞官矿，本官今日革去你校尉之职，押往州府大牢。表哥，救我呀！我不想坐牢，大人开恩，大人开恩啊！刁桂花，你多次造谣生事，还敢下毒害人！来人，重打20大板，以后不准靠近矿场和泉口。哎呦，疼死我了，再也不敢了。恶人自有天收，他这是自作自受。阿月，正义虽迟，但终究是到。好孩子，你们可算平安回来了，娘这心总算落地了。好儿子，咱们霍家挺过来了。霍老哥，大喜呀！多亏了你儿子儿媳，咱们才有好日子过。乡亲们客气了，以后钱满仓再也不能欺负大家了，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红火。北野，本官已将全部卷宗上报朝廷，这是黑风谷的地契，以后便由你们霍家牵头开采。多谢大人，霍家定不负大人厚望。此矿定为官都民财，官府抽取3成铁矿精柴供给边关军备，剩余的7成产出全归你们自主打理。大人恭迎，有这3成军备，边关将士的盔甲兵器便有了保障。江姑娘，本官听闻你不仅能勘矿，更懂得治水之术，略懂一二，不过是些家传的微末本领。好，
如今陇西旱情严重，本官欲邀你协助官府，统筹全境的水利与矿物开发，你可愿意？大人相邀，烈月定当尽力。不过，民女有个不情之请。姑娘，但说无妨。首要任务，民女想改造黄沙屯的盐碱滩，修建灌溉水渠，开垦良田，让百姓不再挨饿。大人，若能引水排盐，黄沙屯必能成为陇西的粮仓。好气魄！本官特批，即刻调拨人力物资，全力辅助你们施工。大家看，我们要从活水泉眼开挖3条分支水渠，直接覆盖整片荒原。江姑娘，这乱石滩地皮比铁还硬，要挖这么长的渠，凭咱们这几双手，得挖到猴年马月去啊！是啊，咱们手里的铁锹碰上这石头就得卷刃，这工程太大了，算了吧。挖不动，那是你们没找对法子，更没使对力气。今天老娘就给你们打个样。我的天爷呀，这还是人吗？这一早下去，怕是顶得上10个壮劳力呀！江姑娘一个女人都这么卖力，咱们大老爷们要是还缩着，那还是带把的吗？大家伙一起上啊！对，听江姑娘的，跟田整条活路，开工！阿月，全村的干劲都被你这一稿给带起来了。那剩下的调度和排班工作，可就全交给你了，别让我失望。放心，有我在，保证每日的进度分毫不差，绝不拖娘子的后腿。刁桂花，你一个被官府打了板子的丧门星，来老子的地盘干什么？大当家，民妇是来给您送泼天富贵的，这些是民妇的全部家当。哟，油水不少，说吧，你想让老子替你杀谁？黄沙屯的江烈月，民妇要大当家带人突袭黑风谷矿场，砸烂他的地盘，把那贱人给绑了。黑风谷，你是说那个刚开采出精铁矿和官煤的聚宝盆？没错，那里现在多的是值钱的矿石，只要您动手，那些宝贝全都是您的。老大，那地方现在可日进斗金啊！干了这一票，兄弟们几年不用愁了。好，这买卖老子接了。大当家，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可千万不能放过那贱人。3日后深夜，老子亲自带全寨兄弟下山，血洗矿场，掳走工人。江烈月，你这个小贱人，这次老娘看你怎么死！去，召集弟兄们磨好刀，3天后跟老子下山抢肉吃。江姑娘，这烧透的碎矿料撒地里，真能长庄稼？自古以来可没这个种地法子呀。这叫酸碱中和，这里的红粘土太酸，矿渣能中和养地。把耐寒的杂粮种子播下去，保你们过几天吓一跳。成，咱们听江姑娘的，拼了这最后一把！
长出来了，3个月呀，咱们黄沙屯有救了。大家快看，这漫山遍野的粮食都是江姑娘带我们刨出来的。她引水开渠，化沙为田，这是活菩萨显令啊！以前咱们瞎了狗眼，还骂活菩萨是肥猪，咱们真他娘的不是个东西！乡亲们，快请起！你们这是折煞我了。以前的事早就翻篇了，大家能吃饱饭，不是我江烈月一个人的功劳，是乡亲们自己用汗水和努力换来的回报。江姑娘大度，以后我们全听您的。您指哪儿，我们打哪儿。对，以后谁敢说江姑娘半个坏字，我第一个撕了他的嘴。阿月，3个月前，没人相信这片荒原能长出庄稼。你不仅创造了神迹，也救了这黄沙屯的百户侥幸。能娶你为妻，是我霍北野一生之幸。那当然，也不看看老娘是谁。如今荒原已绿，积蓄已足。阿月，等此件事了，我定要为你补办一场配得上你的婚宴。好啊，那这回你可得给我撑足了腰杆，别丢了咱们黄沙屯的脸面。把银子和矿石都交出来，否则老子一刀宰了你！好汉饶命！山野毛贼，别敢来霍家的地盘撒野！先撤，撤回山口！既然来了，不留下点什么就想走？臭娘们儿，给老子闪开！玉霞饶命，姑奶奶饶命！谁还想上来试试？完了，全完了！要是被这帮该死的土匪供出来，我这条命就没了！阿月，那边好像有人逃了，我去追。不用，先把这帮土匪关起来，明天一早严加审问，自然能顺藤摸瓜，揪出幕后黑手。老实交代，是谁给你们通风报信，指使你们深夜劫掠黑风谷矿展的？差爷饶命！是黄沙屯的刁桂花，是刁桂花给了小人50两碎银和1包金饰，让小人来的。又是刁桂花这个该死的毒妇！刁桂花自己挨了板子，竟然勾结土匪来断咱们全村人的活路！打死刁桂花！简直无法无天！来人，即刻随本差去抓捕刁桂花！我的腿！差爷，民妇是冤枉的，民妇什么都不知道，是有人陷害民妇。
冤枉！这包首饰上还刻着你雕桂花的名字，白纸黑字，你怎么解释？勾结山匪，蓄意谋杀。雕桂花，你死到临头还敢抵赖？雕桂花，人证物证俱在，按大前律例，判你流放边疆，永世为奴。不，我不要去边疆！江烈月，你这个天打雷劈的贱人，是你害惨了我！自作孽，不可活，带走。老头子，咱家总算苦尽甘来了。是啊，娶到烈月这样能文能武的儿媳，真是咱霍家8辈子修来的福分。北野，江姑娘带着咱们饮水开荒，是咱们全村的衣食父母。您娶了这么有本事的好媳妇儿，可得一辈子捧在手心里。这是自然。我霍北野今日对天发誓，此生绝不负江丽月。阿月，当初霍家落难，我双腿残废，是你独自撑起了霍家。怎么，少将军现在想起跟我忆苦思甜了？不，我是想告诉你，那时看到你不服输的劲头，我就已经动了心。往后余生，无论富贵苦难，我都与你并肩而行。这可是你说的，要是敢反悔，我直接一镐头砸扁你。绝不反悔。报！边关10万火急军信，霍少将军接信。少将军，边防老兄弟们都在等您，边境出大乱子了。小五，咱们霍家早已不是什么将军大帅了，快起来说话。前线到底怎么了？大帅，北敌大军突袭防线，守军兵器大半休时，盔甲剑士缺口巨大。州府急令黑风谷矿场10日内加急炼2万斤生铁支援。爹，胡奴犯边，守城军里全是咱们霍家的旧队，我不能坐视不管，我得去。北野，你想亲自押送这批铁矿前往边关，协助将士们守城，对吗？阿月，对不起，我现在要去奔赴战场，让你受担惊受怕之苦。傻瓜，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的相公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去守护你的战场，别让我瞧不起你。此去凶险，不知何时能归。前方有你，后方有我，我会即刻扩建高炉，提升生铁产量。只要我江烈月在，前线的军备就绝不会断。好，夫妻同心，咱们跟北大拼了！大家慢点吃，只要愿意留在矿场出力，工钱管够，顿顿有肉，还管食宿。多谢江姑娘救命之恩，我们流离失所，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快请起，咱们现在得加紧扩建高炉，把生铁源源不断送去边关，打退胡堵，大家才能回老家过安生日子。这大石头太沉，矿车根本过不去，耽误了冶铁程度，可怎么得了啊？你们往后退开，让我来。我的天，江姑娘这神力真是天神下凡啊！
别愣着了，开采速度翻倍，今天必须产出10吨身铁。哥几个打起精神！江姑娘救了咱们全家的命，谁敢来搞破坏，老子跟他拼命！没错，只要守好矿场，前方将士就能拿到最好的兵器，咱们的好日子就在后头。辛苦大家了，喝口热茶暖暖身子。明天第一批刀剑就能正式出罗了。大人，霍家在黑风谷私造高炉，囤积生铁，这分明是意图饲养兵马，起兵谋反。请大人立刻查封矿场，将他们收监。文大人，我霍家所炼生铁皆送往边关抗击北敌，你如此急着查封矿场，当真是一片公心。什么为了朝廷？赵大人，这文延庆分明是公报私仇，那被流放的恶霸钱满仓，可是文大人的亲小舅子。文大人，江姑娘所言可是真的？那钱满仓是你的姻亲？胡说八道！钱满仓作恶多端，是咎由自取。本官今日是在弹劾你们私藏生铁，休要顾左右而言他。那你就睁大狗眼看清楚，这是黑风谷生铁出库账本，还有边关将领亲笔签发的军械接收回制。回制上盖着镇守边关的胡将军大印，10万剑锤，5000铁甲，皆已运抵前线。钱满仓欺压百姓被我们惩治，你这个当姐夫的，就想借官威掐断边关的军需。文大人，你想通敌造反吗？大人冤枉啊！下官确实不知他们是送往边关的呀。糊涂，险些误了边防大事。来人，把文延庆革职查办，给本官严查他与钱满仓的贪墨勾当。少将军，北敌5万铁骑围攻云州城，城门快被撞破了，兄弟们要顶不住了。什么？云州若破，关内100万百姓将无一幸免。北野别慌，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大东家，这弩怎么比平常的军弩沉这么多？还有这些铁轮子是干什么的？这叫神臂弩，我加装了省力齿轮和金刚弹簧，射程可达300步，能瞬间穿透北敌骑兵的重甲。少将军，我们以前是叫花子，是江姑娘和您给了我们做人的尊严。今天我们誓死随您出征，誓死追随少将军，打退北敌。好，今日便随本将去会一会北敌的弯刀。相公，战场凶险，万事小心。我在后方等你们凯旋。夫人放心，有此神兵，北敌必败。全军出发！兄弟们，人在城在，绝不能让北敌畜生踏入关关半步。大钱的气数尽了，冲进去，5城3日，抢光他们的粮食和女人。快看，是我们的大旗，有人来援了。哼，区百人也敢来送死，给我踩碎他们！神之弩，校准敌将，放！让这些葫芦尝尝江姑娘的厉害！放箭！这是什么妖弩？敌将已死，兄弟们，随我冲锋，杀光胡奴！咱们家好不容易才过上安稳日子，那边关战火连天的，你们怎么偏要去遭这个罪？妇人之见，北野曾是边防兵，如今边关告急，克敌制胜，全靠矿场的生铁。他们不去，谁去？娘，爹说的对，皮之不存，毛将念不。
若边关失守，黄沙屯也难保周全。爹娘，你们放心，矿场和田地我都托付给信任的人了。这里有1万两白银，足够你们衣食无忧。老李，我们走后，这矿场和家里的良田就全交给你了。遇事多跟二老商量，绝不能让外人欺负了二老。大东家放心，小人定当尽心竭力守好霍家产业。还有，每隔半个月必须写信将家中的情况送往边关。我爹娘的身体状况，字句都不能漏，明白吗？小人明白，绝不让大东家和少将军在前方分心。兄弟们，建功立业，保家务国，就在今日！出发！相公，这一次，咱们夫妻2人要在边关筑起一座万世不破的铁壁江山。胡闹！朝廷当边关防务是儿戏，竟派个妇人来主持验铁筑城。老将军，内人身怀绝技，黑风谷高炉就是由江烈月亲手改良，绝非寻常妇孺。军中无戏言，调配劳工，拨付粘土之事，过几天再说。本将现在没空。陈老将军既然不信，不如咱们打个赌。江姑娘，这石磨少说有800斤，平时需4个壮汉用撬棍才能挪动。你张将军，把矿石扔进去，本姑娘现在就给你们露一手熔铁断甲的本事。老夫眼拙，险些误了国家大事。江夫人真神人也，边关数万劳工与物资，悉听夫人调遣。老将军，事不宜迟，北狄大军虎视眈眈，咱们必须立刻商讨边防与铁城修筑。少将军放心，今天开始，咱们全军上下拼了命也配合夫人筑城。这地方常年干旱，土层松散，咱们以前筑城，一刮大风，城墙就塌一半，更别提蓄水了。那是你们不懂地质，这山体下方是坚硬的断层，只要在这设重力基础，铁胶城墙就塌不了。阿月，你在这张图上画了5个圈，这是什么讲究？这是我的铁城规划图，我将这里划分为冶炼工坊区、大型军械仓库、城内蓄水仓、屯兵兴防，以及最外层的铁质加固城多5大区域。地方是好，可兄弟们和百姓喝水得去10里外的深井挑，没水，这城建不起来，也守不住啊。张将军，我刚才勘察过，那边的山涧有一处活水源，只要我们顺着断层修建一条山间引水渠，就能将水引到城内的巨型蓄水池里。引水入城，若真能成，那可是造福整个边关百姓的通天功德呀！阿月，北狄骑兵擅长夜袭，如果在这个城墙外挖出深沟，再布置藏兵暗道和陷阱，他们来多少就得死多少。还是相公想的周全，你负责防御，我负责建造，3天之内，咱们必须开工。少将军，
这些流民没粮食吃，天天聚众闹事，还有这批战俘，杀了浪费，留着又是祸害啊！大钱的官老爷们，给条活路吧，哪怕让我们去打仗也行，别把我们活活饿死啊！哼，大钱人虚伪至极，迟早把我们全坑杀了！大家跟他们拼了！大家静一静。我江烈月今天不仅给你们送吃的，还给你们指一条通天大路。这位大人，您说的活路到底是什么？修筑铁城，只要你们愿意干活，不分流民还是战俘，一日3餐管饱，干得好的发工钱免刑罚。我们可是北狄人，你当真愿意给我们吃饱，还免去我们的知府罪罚？在我眼里，只有做工的人和等死的人。踏实干活，大钱就给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若敢捣乱，旁边的神弩正等着你们。努力啊，快使劲儿！今天干满3个时辰，晚上不仅有肉汤，还能多领2个黑面饼子呢。老树根，江夫人真是活菩萨，在草原上咱们连肚子都填不饱，现在干活不仅能吃饱，还能保住这条命。阿月，以工代教这一招，不仅彻底解决了边关内乱，还白白得了上万精壮劳力，真有你的。这叫得民心得天下。只要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这铁城何朝修不建不起来？老将军，这就是我配比的防爆铁，将其包裹在旧土墙外。北狄的攻城免就是撞烂了，也休想撼动半分。妙啊！重铁防爆，内藏倒钩，这简直是攻防一体的杰作。如此神兵护城，云州隘口简直稳如泰山。这只是开始，等全线合拢，我还要在这铁城墙上架设巨型连弩，让他们有来无回。张勇，带上兄弟们，按照新战术，依托着铁城垛排兵布阵。天将张勇得令。少将军，有了这铁垛挡流弹，兄弟们守城底气十足，再也不用拿命去堵缺口了。告诉兄弟们，城在人在，咱们的后方有整个矿场的生铁支援，这一仗我们必胜。少将军，北狄的斥候在往这边探头探脑，看来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们的动静了。来得正好，传令下去，不准出击，让全军依托铁垛，架好神机弩，给北狄人一个惊喜。老将军，您就瞧好了，看我们的铁城如何让北狄人撞得头破血流。全军听令，听少将军和夫人的指挥，咱们今天就在这铁城之下，用北狄人的血祭我们的新城。全军戒备，迎战！大前人还没建好城墙，冲过去撞塌城门，杀光他们！少将军，真让夫人说中了，这群蠢货直接一头撞在铁板上了。神医弩放！我们以前冲锋，大前蜀墙一撞就烂，这铁城根本就是神技，不可战胜。夫人神机妙算，经此一役，北狄人短期内绝不敢再轻易来犯。北野，这北狄弯刀的材质不错，把战利品全扔进高炉，容了继续铸造我们的城防。都听夫人的，此战大捷，全赖夫人的铁垛和神弩。夫人万岁！铁城万岁！少将军，大东家出大事了！
黄沙屯连日暴雨引发山洪，乱石滩的灌溉水渠全塌了。什么？那我爹娘呢？矿场怎么样了？山洪冲毁了工棚，老爷和老夫人被困在老宅里，大水已经漫过大门了。阿月，爹娘有难，我必须立刻带兵赶回黄沙屯救人。北野，你冷静点。现在铁城缩住到了最关键的合龙阶段，北敌随时反扑，你身为守将绝不能离场。可是爹娘在受苦，我为人子，怎能坐视不理？听着，把这封亲笔信和防虫方案带给矿场李管家。阿月，老李他们能行吗？放心，矿场有最顶尖的工匠和水泥原料，我在这远程指导，只要他们照做，爹娘一定平安。大家别慌，大东家送来了防洪妙策，快把矿场废弃的矿渣和粘土混合装袋全部堆在决口处。李管事，大东家的法子真有用，这混合了矿渣的水泥靶体，一遇水就变扔，洪水冲不动了。少将军，大东家，大喜！按照大东家的防虫策，咱们矿场保住了，老爷和老夫人也已平安回家。阿月，你真是我们霍家的福星。这下你总算放宽心了。家里二老平安，咱们也该全力对付边关的事情。好，后顾之忧已解，本将定要让那铁城彻底完工。将军，兄弟们3天没吃过一顿干饭了，天天喝稀米水，实在抬不动几十斤的铁垛了。荒唐！张勇，朝廷拨下来的粮饷呢？本将不是让你去州府催了吗？末将去了，可如今管粮饷的转运使正是那被免职的文延京的本家叔父，他故意卡着批文，硬说粮仓无粮，要我们等着。该死！文家这群毒瘤，他们居然敢拿粮食开刀，公报私仇！朝堂蛀虫，简直是在用边关将士和百姓的命去喂饱他们的私欲。他们以为卡住粮食，我们就会屈服，真是蠢货。张将军，你这几天记录的粮食克扣分量和转运记录都在这儿了吗？都在这里，连他们私底下偷偷倒卖军粮、大发国难财的商号名字，末将都派人查实了。好一个文家，不仅不发粮，竟然还敢把前线的保命粮低价卖给无良商场。老将军，北野，既然他们自寻死路，咱们就玩个大的，联名上奏折，绕过州府，直达天听。阿月说的对，本将这就修书给在京城的朝中旧党，让他们在朝堂上面呈圣上，参文家一个通敌谋反之罪。老夫拼着这顶乌纱帽不要，也和二位联名上奏，咱们送文家全族上断头台。圣旨到，转运使文泰中饱私囊，克扣铁城粮饷，意图通敌谋反，当场革职，九族即没，押解京城问斩。大人冤枉啊！小人只是糊涂，那些账本都是假的，小人没有通敌呀！求大人饶命！证据确凿，大理寺朱印以下，你还想狡辩？带下去，众家所死。兄弟们，
皇上圣明，从今天起，咱们粮饷翻倍，粮肉管饱，粮肉管饱。多谢大东夏和少帮军为我们做主。大家加把劲儿，吃饱了肉，修好铁城，看谁还敢来欺负咱们！少将军、夫人，皇上得知边关粮草被克扣之事，震怒异常，特意嘱咐下官，定要满足夫人一切筑城需求。多谢圣上明察，有了这些急需的粘土与金刚，1个月内，铁城必将彻底合拢。请大人转告圣上，臣与内人是以血肉之躯，借铁城之威，保大前100年无忧。好，有2位在，乃我大前之幸，社稷之幸。我的天爷啊！这真的是我们建起来的城墙吗？千古奇迹，千古奇迹呀！有此铁城在，就是北敌100万大军旗帜，也休想踏入我关内一步。老将军，这不仅仅是一座铁墙，更是我们大前数万将士的隆起量。北野，你看，我们的云水渠已经完工，山涧活水已入城，100年缺水的隘口，如今活了。云水入天城，夫人此举不仅御敌，更是救了整条边防线上几十万生灵的命啊！是活水，真的是甜的活水呀！夫人救了我们全家，救了整个边关啊！以后咱们再也不用走10里路去挑苦水了，大东家就是活菩萨转世。大家快快请起，这水是属于你们每一个人的。只要铁城不倒，边关便永远有清水，永远有良田。阿月，你不仅修了一座铁城，你还给了这片土地真正的生命。我说过，要给你一个万世不破的江山。相公，咱们做到了。停！那是什么怪物？大前什么时候建起了一座全是铁做的城墙？单于，这就是那个少将军夫人造的铁城。铁城又如何？大前人软弱，咱们5万大军，就算是生前也要把这铁门给咬碎了。少将军，这北敌单于还真是把老底都带过来了。咱们的神之弩和铁墙，今天能杀个痛快了。全军听令，依托铁垛防守，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放箭，放近了再打。兄弟们，撑住气，听少将军指挥，让北敌人见识见识咱们铁城的威力。蠢货！别用弓箭了，撞车！用撞车给我砸，把他们的铁门撞开！单于，撞车碎了，那铁门连个凹坑都没有啊！北野，戏看够了，该送这群自寻死路的强盗上路了。放箭，杀光葫芦！尝尝我们夫人的厉害！去死吧，葫芦！中了，陷阱全中了，北敌人的骑兵全乱了！别停下，继续装箭，把这群强盗彻底留在城墙下！退兵！退兵！快退兵！这根本不是人能攻破的城池！阿月，北敌单于想跑，他跑不了，瞄准他的后心，送他上路。阿月，这一剑，为了我霍家死去的英营，也为了大秦死难的百姓。放！单于死了，
单于被少将军一箭射死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铁城万岁！老头子，你瞧瞧，咱们月儿和野儿，真把这苦寒之地变成了塞上江南。那是自然，咱们的儿子儿媳，那是惊天伟地之才，能保边防，更能安天下。启禀将军夫人，朝廷敕封已到，特封将军为镇国公，夫人为神邦大天师。世袭罔帝，恭贺镇国公，恭贺大天师，这都是将军与夫人应得的荣耀。阿月，对你的承诺我做到了，我只想一生一世陪在你身边，守着你。相公，这大钱的国门我们守住了，可全天下还有千千万万吃不饱饭的百姓。那阿月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往后，我要让大秦彻底富庶起来。此生此世，我甘愿为夫人鞍前马后，永不相负。